大家好，周末旅行的第二天，今天是星期天啊，太舒服了。今天我睡到自然醒，睡到自然醒，就是没有闹钟，自然的起床，自然的醒过来。哇，没有人吵我，没有闹钟叫我起床，睡到自然醒，太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吃早餐。其实应该能说是午餐了，因为现在已经11点多。我的当地朋友，我的本地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早餐店，说我一定要去吃，那我怎么能错过呢？现在开始出发。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这个大米，大米。哦，咁食啊！但係我哋你有冇就吃果光吃果子，没什么啦。哦，还有卤蛋、香菜要吗？香菜要。这个呢，就是当地的特色早餐。我看他加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这个呢是用大米做的，我也没有吃过。他加了有肉，然后有那个豆腐泡、卤蛋，还有加了很多很多，还有这个油条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品尝一下吧。这碗早餐10块钱，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料。有炸蛋，有各种各样的，我们都加了一遍，还是10块钱。然后它的汤汁非常的浓郁，汤汁很浓郁。然后呢，这个用大米做的这个东西，米香味也有一点，还有加上这个脆脆的油条，然后这样的早餐10块钱就搞定了，不错。因为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份油条，还有那个卤肉，豆腐泡，还有鹌鹑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的城市是汕头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建筑，是不是跟我们昨天去的那地方建筑很相似？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，但是因为它们离得非常的近，文化也很相似，所以建筑风格也非常的像。用红砖砌成的房子，现在这里也是危房了，危险的房子，所以最好不要靠近。这一带的房子都是比较旧的、老式的房子。在汕头，这样的建筑风格是随处可见的，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。这个建筑风格呢，就是上面有点小雕花，然后就是有窗户，下面呢有一条走廊。这种建筑风格叫骑楼。骑楼，这应该是翻新过的骑楼，因为最早的骑楼是建于上世纪的20年代，历史非常的悠久，所以不可能还保存着这么新，这应该是翻新过的。汕头这个地方呢是沿海的，它是靠海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很早以前它是靠海发展起来的，所以它的建筑会带有一些西式风格在里面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汕头著名景点之一小公园，这里保留着非常多的传统建筑，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环境。那栋高楼是百货大楼，是以前他们的百货商店，特别酷。当然新加了很多现代的元素，开发成了一个景点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里用的很多中文字都是繁体字，保留了繁体字。你看这些招牌都是非常老式的招牌，复古风。我觉得现在很多游客都喜欢复古的东西，好喜欢这种五颜六色的玻璃窗，好漂亮啊！但这个好像也比较带有西式元素。最近这种零食店也是特别火，它卖的就是很久之前我们吃过的零食，童年吃过的零食，所以会勾起我们的童年回忆。它的店名就叫做你好童年。都挺好评。它的店门口也放了很多旧物品，信用卡打死给。就是可以勾起我们回忆的物品。这些都是时代的变迁啊！真的可以用的。以前我们看的电视，特别老的电视，手电筒，这是一家卖刺绣的店，刺绣就是用针线一针一线绣上去的，这个是刺绣画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绣上去的。原材料吧，就是超老超旧的房子，居然楼下还在用，回到了70、80年代的感觉。这种复古风的建筑真的非常有市场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当地的一个博物馆。如果你想快速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，最好就是来他们的博物馆，因为博物馆就是诠释他们的历史。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帆船模型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汕头是一个靠海的城市，所以帆船是他们的文化象征。他们是靠海起家的。啊，一进来特别的凉快，在外面差点热死了。你看，阳光非常的强。虽然现在还不到5月。饮料贩卖机，天气这么热，饮料贩卖机的生意应该不错。在这个博物馆里面，还有一个昆虫博物馆，这里还放着一条蛇。哇，这条蛇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，叫淡黑玉米蛇。淡黑玉米蛇，不知道它为什么跟玉米有关系，但是我特别怕蛇，我一看到蛇就会有点发抖。刚刚我看到蛇在慢慢的蠕动。Hello，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美术馆，挂着很多画作，但是我想请大家看一看。因为有很多画作我都看不懂，很抽象，好像他们画的不是具体的东西。是不是特别抽象？就是换句话来说，就是看不懂。我可能美术知识不太够。
这个是民国时期用的行李箱，超重的，木质的，不装东西也很重。这个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用的电风扇。缝纫机，这是从美国进口的，以前从外国进口的东西特别的珍贵。美国产放映机，以前想看电影就是通过这个放映机放映的，是怎么放映的呢？太神奇了吧！录音机，这个比较新，这个是20世纪90年代就有。我现在比较震惊，我很震惊，我第一次看到博物馆展示洗发露、洗发水、面膜，还有一些药品。啊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感觉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一个博物馆是展示这些东西的。这是民国时期用的台灯，西洋台灯，西洋就是从外国进口的，从外国来的，好可爱的小台灯。这个是一个钟，油灯。大家看这个地图，这个是汕头所在的地方。然后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出海做生意了，因为他们靠海嘛，靠海吃海，他们就是靠海起家，所以这就是他们早期跟世界的连结，就是出海，就是坐船出海做生意或者出去打工。这边也有一些瓷器，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们都是外销瓷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卖给外国的瓷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出口的瓷器。这就是汕头特色之一嵌瓷，它是手工艺制作的。它是用这些碎了的陶瓷，用这种陶瓷片，然后拼出这整个图案。太厉害了吧！我们看看这个龙头，是不是很精美？这里呢，展示了制作嵌瓷的一些步骤。首先要把瓷片贴上去，这一步叫贴瓷。填缝，就是把瓷片跟瓷片之间的缝隙填满，然后就填色，这样一步一步做成这么精美的嵌瓷。这个博物馆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给我们展示了当地的一个特色建筑，包括上面的木雕、石雕，这是屏风，上面用金色的油漆画了一些画，非常精美。刺绣也是这边的传统工艺之一，非常有名，带有他们当地特色的刺绣，叫潮绣。这里也给我们展示了刺绣的一些步骤，这样才算绣好了。这个刺绣超美的，很漂亮。
这是木雕，这个工艺叫木雕，就是在木头上雕刻。哇，怎么做得出来这么精美又有细节的木雕？太厉害了！给大家看一下木雕的一些步骤，它是怎么从一块木头变成这么精美的艺术品的。首先要在木头上画画，然后慢慢的雕琢细节。这个呢就是玉雕，在玉上雕刻。他都给我们展示了工艺的步骤，非常好。我们都说汕头是美食天堂，看一下他给我们展示的美食有多少，这么多，整面墙都是。看来大家都对美食很感兴趣。这边的展区居然那么多人，就是来看汕头的美食是怎么制作的。汕头特色美食牛肉丸，他们的牛肉丸是用手打出来的，手打牛肉丸。这边牛肉丸的特色就是纯手工制作，就是用这样的铁锤不停的敲打，让它变成泥状，然后再把它做成圆形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牛肉丸就特别美味，特别弹。面向大海的博物馆，景色特别的美。现在来吃牛肉火锅了。汕头的牛肉特别有名，不是有这样的话吗？没有一只鸡可以走出广东，没有一只兔子可以跳出成都，没有一头牛可以走出汕头。汕头的牛肉特别有名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尝一下牛肉火锅。天天鲜牛肉。这边都是牛肉火锅，感觉像是个牛肉城。这边可以看到师傅在切牛肉，好多本地人在吃啊。谢谢。服务员帮我们用热水烫了一下碗筷。电磁炉，这是我们吃火锅用的电磁炉。这个呢就是汤底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汤底呢比较轻，没有很多油，也不会有辣椒，它有玉米啊、白萝卜、红枣、一些香菜。他们当地吃牛肉呢就不需要很浓的汤底，这样汤底就够了，清甜的。比较轻的汤底可以更加凸显出牛肉的香味。这就是我们点的菜了。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，所以我们点了特色牛肉丸，然后3盘牛肉。这3盘牛肉呢都是不同的部位，牛不同的部位，所以它们的口感也会不一样。还有娃娃菜，给大家看一下牛肉的光泽，看得出来比较新鲜吗？这边吃牛肉特别的讲究，就是牛肉不需要烫太久。好，我们放进去，然后数8秒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就可以吃咯。这样的牛肉是非常嫩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调的酱料，我放了超多的香菜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香菜。还有沙茶酱，加了一点芝麻酱。这个呢是炸过的蒜末，蒜头切成碎，然后这是炸过的。这是烫了8秒的牛肉，看起来很嫩很嫩。我还没吃就已经感觉到非常的软了，跟我平常吃的牛肉确实不一样。好像在我的嘴里融化了的感觉，很软，还有一股奶香味。是的，奶香味，你没有听错，吃牛肉可以吃出奶香味。好软哦，这个牛肉配香菜一起吃。